你敢信吗？幻塔上线已经快2年了，地图都出了3个时空了，从废土末日到赛博科技再到国风修仙，可是幻塔的历史才一共不到200年。确切的说，幻塔到目前为止的时间线只有181年。幻塔虽然是轻科幻游戏，但是时间上却引用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元历法。公元2316年，人类发现了第2地球艾达星，同一年巨型殖民飞船远望号起航，船上所有人员进入休眠状态，直到公元2531年，飞船遇到了陨石袭击，才正式开始编年史。而现在的游戏时间是公元2712年，也就是说，幻塔的所有历史都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，跨度仅有短短的181年，甚至还没有一个封建王朝的时间长。但就是在这短短的100多年间，人类在外太空探索中绽放出耀眼的文明。这一期我们就来探究一下9域人类的发展。目前在游戏里能找到的资料中，最早的时间记录是公元2552年，人类发现了外星遗迹，依靠超级计算机列阵子的解析，发展起以元能为基础的时章科技。在幻塔的前瞻直播中，通过布勒威的爆料，我们知道了太空舱的存在，而这一太空舱最大的可能便是公元2531年消失在陨石袭击中的10号移民船，他们占了飞船上1/10的人口。假设10号舱从消失到出现在9域是无缝的，那就意味着人类最早踏足9域是在公元2531年，这与发现遗迹的时间就有21年的空窗期，估计更具体的信息会在坎州版本放出。这一时间同时也满足游戏里的铺垫，在黎州客房附近有一个 NPC， 他的话中透露9域与外界失去联系已经有100多年，如此在时间上就吻合了。下一个时间节点是在公元2664年，大灾变发生之后，波动影响到了9域的遗迹，致使屏蔽作用失效，惠民开始大举入侵9域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在这之前还有着书面记录，这便是本次视频的主角龙渊下的童话。在公元2624年，龙象塔连接的玄域空间内就遭到了惠民袭击，也是这一线索为我们打开了惠民的新篇章。惠民是一直都存在的，只是他们的首领朝母被封印在9域，高级惠民被封印在各个玄域遗迹中，也就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，直到大灾变发生之后，情况才发生了改变。这个任务的触发是在主线任务中，进入龙渊的空道中有一个坑，里面可以发现龙玉，之后带着此玉去天河集市寻找当铺老板，就能得知莫师傅在寻找龙玉。与莫师傅交谈，他会变得很兴奋，急忙邀请你到家里去。但是莫师傅年事已高，记忆力出现问题，经常走错路。不过这确实也不能怪他，按照时间线推算，莫师傅的年龄至少有89岁。真的很难与90高龄联系到一起。在路人的指引下，莫师傅终于找到了家，但是笔记却丢了。没错，刚才他边回家边在丢笔记，在我们的努力之下，终于凑齐了全部的笔记，也得知了事件的全貌。笔记是莫师傅的父亲留下的，其中记录了一个关键人物孤单。孤单，最大的危险。她就是莫师傅的母亲了。在很久以前，人类在龙渊发现了玄域空间的存在，于是建造龙象塔，用来打开时空裂缝进入玄域空间。同时，龙象塔也有保持通讯的作用，这也催发出一股淘金热，无数探险家纷纷到此前往各个玄域空间内寻找宝藏。这也为9域带来了各种新技术，让人类文明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飞跃式进步。孤单本是探险爱好者，但在机缘巧合之下与莫师傅的父亲结了婚，并且有了子嗣莫师傅。不过婚姻并没能牵制住孤单，他对教儿育女没什么兴趣，对相夫教子的生活也感到厌倦。有了孩子后也还在探险，直到孤单终于发现了这一片新的玄域空间。也是这片空间的经历让孤单发生了改变，他重新回归家庭，承担起母亲的责任。不过好景不长，1年后龙象塔发生异变，玄域空间出现了问题，孤单毅然决然地进入其中，想要拯救里面的队友，最终却没能回来。在这之后，龙象塔废弃，龙玉不知所踪。不过莫师傅的父亲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依靠杰出的工匠技术，想要打造出龙玉。终于在不断摸索中实践出了龙玉的原材料，便是玉石和兽甲石。这同时也是莫师傅委托我们收集的材料。在收集好材料后，莫师傅打造出了龙玉，并委托我们去龙渊修复龙象塔。这里说一下，很多人认为郑州高低落差大，地形复杂，设计的不好，却不知郑州的地图设计真的非常用心。就拿龙渊来说，很多人可能翻山越岭都找不到，但实际上进入郑州关隘后，只要在关口左转就可以直达龙渊，这要比翻山越岭强太多了。郑州几乎各个标志地点都是有路连接的，爬山有时候反而费时间。来到龙渊后就能看到一座大型龙雕像，这便是龙象塔了。让龙玉开始修补龙象塔，就能听到未知的通讯。
随着不断修复，声音也会更加的清晰。有人在吗？龙象塔任务同样也是郑州最繁琐的一个隐藏任务。要想修复龙象塔，就要集齐所有碎片，在天河集市可以购买到1块，开通所有的八卦传送阵也可以获得1块，然后就是跳到人发疯的跳跳乐。具体获取过程，大家可以参考其他 UP 的讲解，小峰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当集齐所有龙玉，龙象塔就修复了，之后会受到小青蛙的邀请。你好呀，你还在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在了。和我说说话。来到玄域空间的入口，没错，眼前的坛子就是玄域空间，是不是颇有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的感觉？我们来看一下文本的介绍。发现那片空间以后，四周以空间稳定材料进行加固，从外面看就像大坛子，而我们站的位置就是坛口了。所以说，玄域遗迹可能不藏身于一座巍峨的大山，也不隐排在地下，而是就在一个小小的坛子里。这下就能理解为什么九域的玄域遗迹与外观不相符了。如果是修仙小说的设定，这种空间该称为小世界吧。执行者瞬间想到了坐井观天，其实这里是跨频道聊天。执行者以为的观天是这样，而实际上的小青蛙看到的天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认知真的很重要，不然就会像执行者一样坐井观天了。进入玄域空间后，目之所及皆是破裂的基地碎片。这里曾经是为了探查而修建的基站，却因为惠民袭击事件废弃。很快，我们找到了小青蛙，它就是眼前的小东西，身高才堪堪达到膝盖，有机械的手脚和一个表情面板。它的原型是探索机器人，但是在基地受到袭击后，基地的苍龙系统将自己备份进了小东西体内，结果小东西内存实在太小了，导致基地系统出现了问题。但这还没完，他在逝去记忆后重新树立认知的基础居然是一本童话书，这导致他表达观点必须依靠童话故事，想要表达什么就必须用童话表现出来，这让沟通变得很麻烦。不过不要担心，还有更麻烦的问题，在这处空间里不只有童话书，还有孤单留下的笔记。于是小东西的认知再次被带歪了，表现出来的就是有极强的领土意识，虚拟的人格也收视王子、国王、船长这种角色，这一切都是受到孤单影响的。他说自己是王子，开着飞机发现的星球，是把基地比喻为飞机，星球比喻为玄域空间，飞机出故障便是基地被炸。对话后可以找到孤单的留言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为何抛弃家庭，又是怎样发现了这里的空间。但是根据记录显示，这里有庞大的遗迹，我们却并没有发现，不知是炸掉了还是被搬走了呢？在我们看完资料后，无人机掉到地上启动了留影，画面里就是孤单与科研队的人。这是出于早期的探索阶段，孤单出任探险队队长，但是他的性格有些自傲，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领地，开始引起同行人的不满。再次找到小东西，他已经带入到国王角色中，并且委托我们寻找王冠。王冠究竟是什么呢？接着往下看，在这里能找到2份日志，里面记录了孤单对遗迹安全的担心，但因为众人忍受不了他的命令，非但没有听取，反而是送他离开了。没有专业知识的队长在发觉进入稳定阶段后就已经没用了。通过留影也能看到，孤单被科研队送走了，他也失去了自己的皇冠，皇冠其实就是队长的身份。与小东西对话后，他再次离开，我们又发现了一篇日记。这里的日记应该是孤单第2次前来营救留下的。孤单离开后重新回归家庭，再次找到小东西，他化身为船长。如果说之前是受孤单的影响，那这里就又恢复成系统本身了。船员、乘客指的是过去的探险队员和科研人员，船指的则是基地。我们继续寻找，可以发现日志456，其中记录了郑州发生的地震，龙象塔出了问题，玄域空间因为没有听孤单加强安全，导致人员被困其中。孤单通过以前发现的裂隙前来营救，发现基地是被怪物袭击了，再次与小东西对话，得知蛇的尖牙出现了。船长与蛇的童话我没能找到，但从蛇的尖牙这4个字能推测出出现的怪物只是小卡拉米，这里很可能也被高级慧敏袭击了，不然苍龙系统不会将敌人分辨得如此清楚。之后出现了慧敏的影像，这里其实很奇怪，之前看到过去是因为留影，而这里看到的景象却像是幻觉。在那一刻我们仿佛置身于过去，真要解释只能说是持章或者慧敏能量的影响了。再次观看留影，看到孤单找到了队友，并且安排他们撤退，自己则是留下来断后。随后发现的日志78记录了孤单联系到队友，并且想办法阻止慧敏入侵九域，重点是他随身的物品中有着刚买的童话书。之后再找到小东西，小东西也是有一些细节的，他的表情就是一直在变的。这次他成了酒鬼，在旁边我们得到了存储盘，出现的影像
同样是孤单，他安装好炸药后蜷缩在这里，留下了遗言。再次找到小东西，他又变为了青蛙身份，并向我们介绍起玫瑰园。玫瑰园指的是这里的基地，又小又丑的花指的是孤单的家庭，这也是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孤单曾经因为家庭离开了基地，让苍龙系统感到了背叛，也就是说，他说的为了又小又丑的花离开了，苍龙系统产生智能，与孤单脱不开干系，感觉可以脑补出智能 AI 爱上女主的爱情故事了。这也不是没根据，在这座基地中，事关孤单的一切都完好被保留了下来。日记还好说，但是影像就很离谱。跟孤单有关的影像是谁在偷拍呢？为什么不管是他刚探索时的举动，还是回到这里的营救行动，都被记录下来了？如果是智能 AI 偷偷喜欢上人类，就说得通了，模仿他的举止性格，并偷偷记录他的一举一动，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影像里都有着孤单的身影，也解答了灵巧的疑惑，为什么过去的系统能够如此智能？大爆炸后，苍龙系统瘫痪，他将自己备份到了探索机器人小东西的体内，但由于内存不足，舍去了很多资料。之后发现童话书重建思维模型，这也就是小东西的由来了。故事的结尾，灵巧把小东西植入到孟章体内，我们也将童话书归还给了莫师傅，结局也算圆满了吧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